观之道为使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挚友小关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最近，癌症中心发布了中国最新癌症数据。报告显示，中国每天约有1万人被确诊为癌症，相当于平均每7分钟就有1个人得了癌症。然而您知道吗？在中国却有这么一个神奇的地方，癌症似乎和它绝缘了。央视健康栏目《中华医药》曾经在2015年2月20日播出的节目中介绍过这个无癌村。浙江桐庐，桐庐是中国的长寿之乡，其中桐庐县的石舍村是著名的无癌村。在中国癌症高发的20-30年间，这里居然没有1位村民罹患癌症。随后，中国中医科学院脾胃病专家魏伟来到了这个村子，在寻找这个地方远离癌症的秘密时，发现这里的村民很会用一种中药材保健防病，延年益寿。今天，小关就带大家探一探这个无癌村的秘方。感兴趣的观友们，快点点订阅和小铃铛收藏起来吧！您的支持是小关最大的动力，感谢大家。话说，在看到无癌村消息的第一时间，魏伟老师就前往石舍村了。一到目的地，他就碰到好几位90岁以上的老人，他为他们诊脉、看舌象，发现他们的脉象和舌象基本上是正常的，感觉还是很有生命力的。谈话间，一位老人直接挑起了100斤的红薯担子，像一个40岁的青壮年一样走在田埂上。不得不说，这个举动确实惊倒了魏伟一行人。于是他们就在当地村子住了下来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，魏伟老师发现了他们的饮食之中的抗癌长寿秘诀，那就是黄芪。民间流传着常喝黄芪汤防病保健康的顺口溜，意思是说经常用黄芪煎汤或泡水代茶饮具有良好的防病保健作用。但是黄芪也是有差别的。黄芪又名绵芪，多年生草本，高50到100厘米，主根肥厚木质，长分枝，灰白色，茎直立，上部多分枝，有细棱，背白色绒毛，多产于内蒙古、山西、甘肃、黑龙江等地。黄芪的药用迄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，其具有增强机体免疫功能，保肝利尿、抗衰老、抗应激、降压和较广泛的抗菌作用，但表示邪盛、气滞失阻、食积停滞、痈疽储期或溃后热毒上升等实症，以及阴虚阳亢者均需禁服。而无癌村的秘方药材黄芪其实是土黄芪，它又有一个别名叫锦鸡儿。它的根性味甘、微辛、平，能滋补强壮、活血调经、祛风利湿，主要用于高血压病、头昏头晕、耳鸣眼花、体弱乏力、月经不调、白带、乳汁不足、风湿关节痛、跌打损伤。而花性味甘、温，能祛风活血、止咳化痰，主要用于头晕耳鸣、肺虚咳嗽、小儿消化不良。虽然这2种黄芪的药材药理相近，外观也有点相近，但产地有天壤之别。一个喜在大漠戈壁扎根，一个爱在荒山野岭繁衍。所以在浙江桐庐无癌村，随处可见天然生长的土黄芪，这里的村民平时经常挖来晒干泡水喝。除了平时用黄芪泡水外，立冬之后采挖用来炖鸡，当地人称神仙鸡。魏伟老师说，黄芪鸡汤气血双补，调整人体气血的平衡，中老年人常年吃能改善气血循环，延年益寿。中国肿瘤治疗专家何玉民也在他的书中介绍说，黄芪乃是厨房常备的抗癌食物，因为黄芪中的黄芪皂苷甲胺
能使恶变的癌细胞停止生长，能使部分癌细胞改邪归正，变为正常细胞，还可减轻放疗、化疗的毒副作用。以黄芪为首选药，配伍其他抗癌药物，治疗各种癌症。临床证明确可增强机体抗癌功能，改善症状，延长生存期。还有，据2014年《柳叶刀》杂志公布的中国5年癌症存活率数据中，肝癌以10.1%成为存活率最低的癌症。但国宝级中医专家关佑波在90年代就救治了一位70岁无法进行化疗的肝癌晚期患者，这位患者带癌生存了14年之久，这全都归功于黄芪这味药，让患者的肝脏外部形成了一层类似鸡蛋皮的薄膜。这层薄膜有效地控制了癌细胞的增殖扩散。再追溯到以前，古代的中医养生也是少不了黄芪这味药的。黄芪为《神农本草经》中的上品，据记载，在古代黄芪的地位颇为尊贵，只有尊荣人才可以享用。不过现在不一样了，这个至少有2000年历史记载的黄芪，已大量的运用于人们日常生活。最简单的吃法就是泡水喝，取黄芪5到10克，开水泡10到20分钟后代茶饮即可，可反复冲泡。值得我们关注的是，全中国最懂养生的国医名师们大多高寿，其养生方法可谓多异，在他们的自用方子中就少不了黄芪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他们都是怎么用黄芪的。1. 黄芪降压茶。国医大师李继仁中年时身体多病，血脂血压都不好，后来靠一杯茶保健几十年，身体没出过大问题，茶里就有黄芪。黄芪有双向调节作用，高血压的病人吃黄芪可以降血压，低血压的病人吃黄芪可以升血压。李继仁大师就用黄芪10到15克，黄精10克，西洋参3到5克和枸杞6到10克。早上将上面的药材放入保温杯内，倒入开水，焖10分钟左右当水喝。喝没水后可以不断添加热水，喝上1整天。晚上再把泡过的药材吃下去。黄精的味道就像肥肉一样，但黄芪比较难吃，需要牙齿好。枸杞想必不用多说，味道还是不错的。2. 黄芪长寿粥。国医大师朱良春90多岁仍坐诊，一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，精力旺盛的惊人。朱良春的外孙女婿说，朱老爬楼梯一下可以爬2节，可以一口气爬到4楼，秘诀就是一碗长寿粥。这碗粥他从21岁开始吃起，吃了70多年。虽然成分有7种，但最大的秘诀在于其中的黄芪。黄芪补中益气，止汗，利水消肿，除毒生肌，养血降血压，号称补气之长，所以才能成为朱老长寿粥的精华用料。长寿粥中，1人份需黄芪30克，绿豆10克，薏仁10克，莲子10克，扁豆10克，大枣6克，枸杞2克。做法是先将黄芪放入适量水中泡20分钟，然后开水煮15分钟后沥出汤水，向沥完水的锅中再加1碗水，继续煮黄芪15分钟，沥出汤水，将绿豆、薏仁、莲子、扁豆、大枣洗净入锅，加以上2步中煮好的黄芪水，急火煮沸后慢火煮30分钟，最后加入枸杞后再煮10分钟，煮好后晾到合适的温度即可食用。3. 黄芪祛湿健脾茶。国医大师陆之正说，行医70余年，接诊过不少病人，发现很多病人的体内都有湿邪作祟，所以说湿邪已经成为威胁现代人健康的最大敌人。
湿邪重的患者多半有脾虚，黄芪薏米饮可以推动湿邪更快的排出。用黄芪10克，薏米30克，将黄芪、薏米洗净放入锅内，加适量水，先用大火烧沸，再用小火炖煮40分钟即可，每日1次，代茶饮。4. 黄芪护心降脂茶。著名中医心血管专家、国家级名中医曾在北京卫视的养生节目中推荐过一道茶饮——黄芪山楂饮，对防止三高、脂肪肝都有益处。取黄芪20克，山楂10克，用冷开水冲洗后放入保温杯，接着用沸水400毫升冲泡，半小时后即可饮用。服完可再加沸水，共可冲泡2次。不同的季节配伍不同，春夏季节加生姜10克，秋冬季节加枸杞10克。喜欢蜂蜜的人群可以在泡好后加入蜂蜜10克。泡此中药茶饮，关键之处在于用保温杯焖泡，让有效成分慢慢溶解。另外，在临床的应用上，黄芪这味药对气虚乏力、食少便溏、中气下陷、久泻脱肛、子宫脱坠、胃下坠、便血崩漏、表虚自汗、气虚水肿、小便不利、痈疽难溃、久溃不敛、贫血萎黄等均有很好的调理作用。说到这里，小关不禁感叹黄芪的多功能了，难怪高寿国医都爱用黄芪来保健，真是日日不可缺呀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关友们如果也有黄芪秘方，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。喜欢小关的别忘记点击订阅哦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